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每个人体内都有软黄金，但有些人甚至从30岁就会开始流失，一旦丢失便无法逆转，无法再生。软黄金其实就是我们的关节软骨，而软黄金丢失的一个重大信号就是罗圈腿。幸福晚年生活从拒绝罗圈腿，守护软黄金开始。一个方法，在家就能测试自己是否是罗圈腿。首先选择站立状态，抬头挺胸，目视前方，身体自然放松，不要使劲绷腿。然后两个脚踝并拢，让膝关节前面的髌骨朝向正前方。此时需要家人或朋友来帮助我们用尺子或手指测量。如果两个膝盖中间的缝隙是2横指以内，或者小于4厘米，属于轻度罗圈腿。2. 缝隙在2横指到5横指之间，也就是4到10厘米之间，属于中度罗圈腿。3. 缝隙大于5横指，也就是说大于10厘米，属于重度罗圈腿。据骨科专家翁教授观察，90%以上的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罗圈腿，所以我们要引起重视。翁教授分享了这样一则病例：60多岁的老阿姨，自从退休后就喜欢爬山旅游，每天都能走1万步以上，慢慢的出现了关节疼痛，腿越来越弯，最后走起路来跟鸭子一样。根据 X 光片的检查，她的膝盖磨损已经非常严重了，只能通过手术方法进行治疗。翁教授告诉我们，老年罗圈腿是一种骨关节炎晚期的一个常见症状。骨关节炎是因为关节长期磨损，其中包含体内软黄金的磨损导致的。如果不及时纠正，会严重影响老年人晚年的幸福生活。人体的软黄金就是关节软骨，健康的关节软骨为乳白色，质地光滑，富有弹性的，它里面没有神经分布，所以早期磨损不疼，只有磨损到一定程度，影响到骨头或者滑膜时，才可能出现疼痛。翁教授为我们总结了4字：想、疼、僵、弯，来测试软骨磨损程度。想，把手放在膝关节处，活动时会听到咯吱咯吱的响声，如果再加上有疼痛，说明软骨损伤已经到一定程度。2. 疼，90%的膝关节软骨受损都有疼痛，且大部分人是内侧疼痛，因为内侧膝盖受力最重。小窍门，出现膝关节疼痛，可以把手搓热后放在疼痛位置热敷一下，每天定时热敷，对缓解关节疼痛有好处。3. 僵，关节磨损后会产生炎症，导致膝盖肿胀有僵硬感，特别是晨起久坐后不能马上起来活动，需要拍打膝盖后才能站起来。4. 弯，弯就是腿变形了。很多老年人上了年纪后，腿就会变成了罗圈腿或者 X 型腿，这是因为软骨磨损后留下了缺损，使原本很平衡的关节变得不平衡，导致走路畸形。关节出现响是受损的最早期表现，需要引起重视，一定要尽早到医院检查治疗，避免走到关节置换这一步。如果不注意保养，30岁以后关节软骨就会开始发生以下改变。轻度软骨磨损，上下楼疼痛，怕风，下蹲困难。2. 中度软骨磨损，疼痛更明显，早期膝盖僵硬，关节出现响声。3. 重度软骨磨损，走路困难，上厕所困难，做家务困难。关节软骨一旦受损就无法逆转，那么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关节软骨呢？有2个非常容易却很有效果的运动，易学易做，任何时间想做都可以。可以利用工作空档做，看电视时也可以边看边做。方法一，坐在椅子上或者躺在床上，把脚尖绷起来，然后尽可能抬高，坚持10秒。另一条腿也是同样的做法，坚持10秒。2. 使用弹力带，一头套在脚上，一头套在椅子腿上，做踢腿绷直，动作尽量快一点，10个一组，做3组。另一条腿也是同样的做法。3. 将弹力带绑在2腿，扶着椅子，一只腿站立，一只腿往外做对抗，每只腿坚持10秒，做3组。4. 膝盖微屈，注意不要超过脚尖，
身体微微往前倾，坚持10秒再恢复站立，做3组。一般双脚正常无伤痛的人试试这招，保准你的膝盖无病无痛。方法2，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，臀部靠着椅背，双手放在椅背后，背部垫个透气垫或靠垫，然后大腿下垫条浴巾，可以用几条浴巾捆绑在一起，够厚捆得扎实就可以。最后将膝盖垫高，坐姿端正，腰背需挺直，两脚垂放一前一后自然晃动，不需太大幅度摆动，轻轻松松晃啊晃就可以了。如果膝盖有旧伤或脚痛的人，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会痛的那一脚，健康的脚拖着会痛的脚，同时前后来回自然晃动。例如以健康的左脚拖着伤痛的右脚，这么做也算是在复健，可以让膝盖渐渐恢复健康。这招看似简单，却对强化膝盖非常有帮助。软骨轻度改变到重度，改变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。如果在早期我们就注意保护关节软骨，就能避免走到发生骨关节炎的那一步，保证晚年的幸福生活。软骨流失早期可以依靠运动调整，流失中期可以依靠药物调整，到了晚期就需要靠手术治疗了。翁教授告诉我们，在生活中对关节软骨损伤的运动居多，有保护性的运动偏少，而且一些看似健康的运动也可能会加速关节软骨的损害。以下几种伤骨运动我们要尽量减少。1. 跑步减肥，剧烈的奔跑会伤害关节软骨。2. 跳广场舞，有些广场舞的动作比较复杂，需要旋转、内外翻，可能会损害关节软骨。3. 爬山、爬楼梯，爬山、爬楼梯最伤害关节软骨，因为正常情况下，单侧膝关节要承受体重1半的重量，但如果要爬山、爬楼梯，关节负重量是体重的4到6倍。以体重100斤为例，走路时单侧关节承重是50斤，而爬山、爬楼梯时，单侧关节承重会达到400斤。长此以往，膝关节的损伤速度就比平常人快得多。如果特别喜欢爬山的人，可以用登山杖来分担一下膝关节的压力，但不建议带护膝爬山，护膝是有治疗作用的。如果关节已经有炎症，再绑着护膝去爬山会加重磨损。4. 骑自行车，适当骑自行车是可以的，因为人体是坐着的，可以分担一部分膝关节压力，但在骑行过程中，膝关节是转动的，等于软骨不停地在磨损，所以骑行时间不能过长。除了这些运动外，生活中一些家务，比如蹲着擦地板，也可能会严重损害关节软骨。专家建议，适当的运动对身体有益，但过度的运动就会损伤膝关节，因此建议老年人运动以快走、慢走、游泳为主，其他运动要注意频次。快走、慢走相比跑步来说，对膝关节的伤害较少，而游泳有浮力的帮助，关节承受的重量大大减轻。目前为止，并无可直接治愈关节软骨磨损的药物，但通过使用以下药物，可能对磨损软骨有所帮助。1. 氨基葡萄糖。氨基葡萄糖是一种天然的氨基多糖，可以刺激软骨细胞产生有正常多聚体结构的蛋白多糖，抑制损伤软骨的酶，如胶原酶和磷脂酶 A2， 并可防止损伤细胞的超氧化自由基产生，从而可延缓骨性关节炎的病理过程和疾病进展，改善关节活动。该药一般需要连续服用4到12周，必要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延长服用时间，每年可重复治疗2到3次。2. 玻璃酸钠。玻璃酸钠为关节滑液的主要成分，是软骨基质的成分之一，可以在关节腔内起到润滑作用，从而减少组织摩擦，缓冲活动时外力对关节软骨的作用。该药主要为注射剂，可在膝关节腔内注射。3. 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，能调节钙磷代谢，改善骨质量和增加骨密度。近年来有研究发现，维生素 D 可调节软骨下骨的骨代谢，使软骨下骨微结构得到改善，从而改善骨关节炎症状。可以通过使用一些瘦肉、坚果、三文鱼、蘑菇等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来补充维生素 D， 也可在医生的建议下摄入一些制剂来补充维生素 D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
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